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，我是海豚，你就是那只小兔子。如果你要出来自由潜，你都要带什么核心装备？如果你是渔猎，又有哪一些是核心装备？我们先来看一看，如果是自由潜，我一般会带什么？我每次出来自由潜的时候，我会带一个自由潜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包。这个装备包里面呢，一般就装有我所有自由潜所需要的东西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每一次都需要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核心的部件是不可缺少的啊。你比如说这个潜水服，在新西兰的夏天呢，一般都需要5毫米，冬天呢一般需要7毫米，所以我常年带的都是5毫米的潜水服。如果冬天冷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给里面加一个背心，加一个马甲，这样子就相对又暖和一些。那么另外一个核心的部件呢，就是你的潜水裤了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在新西兰常年比较冷啊，你也会非常的难受，所以这个潜水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。如果你要是抓龙虾和其他的东西，海胆呀，你还要戴手套。没有手套的话，没有这种网格，你一样很难去抓这些东西。穿脚蹼，那你肯定要穿有脚蹼的这种袜子。再下来就是非常大的这种自由潜专门用的脚蹼啊。这种脚蹼在海里面的推进力非常大，所以自由潜跟水肺稍微不太一样。大家记住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这些都是不能忘记的。那么自由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你的面镜。我一般出来的时候面镜我会带2个，一个主面镜和一个副面镜。主面镜如果坏了，或者说是那一天起雾或者怎么样，你还能潜；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除了面镜呢，这是我的副面镜。除了面镜以外呢，下来就是呼吸管了。自由潜，你如果没有呼吸管的话，你每次上来都要在水面上抬着头换气，那你一定把心率很难降下去。那么你在海里面潜水的时间呢，相对就会减少，对不对？这些就是相对核心的部件了。如果你去的地方是去渔猎，或者说其他地方，如果你害怕会被海草缠住啊，那么你要带的还有这种潜水刀。这种刀我一般会带2把啊，一把是这种可以把鱼的头点破的尖的这种刀，还有一种刀是在水底下，如果你一旦被海水或者其他的东西勾住，你可以迅速把它割开的这种割刀，就是这种钝头的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槽可以把东西割掉的啊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些东西是必要的啊，这2个刀是可有可无，但是我一般会带。那么什么样的东西，如果你是要去渔猎，除了自由潜以外，你要是去渔猎，那么你需要带什么呢？这样的一个捕捉带，它的体积很小，没有什么水阻，是网格状的。那么挂在你的腰上，你可以一起下去，或者是挂在你的漂上都可以。我这个是挂在漂上的啊，一般不跟着我人走，因为奥克兰这帮的鲨鱼比较多。然后你上面还有一个尺子，你抓到的东西的大小呢，你需要去量。这个东西合不合适，能不能抓，全靠这把尺子啊。那么你潜水的时候，如果去渔猎，你往往去的地方不是在游泳池或者是岸边近的地方，你还要带一个漂，漂上面呢还要插一个这样的潜水旗。这个潜水旗其实非常的重要啊，因为奥克兰这帮的船非常多，你如果不带这个东西的话，别人是不知道你在那里潜水的。别人如果不知道你在那里潜水，别人的船过来可能就会打到你，然后呢就会出事嘛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必要的啊。那么把这个漂，还有这个带子，以及你的鱼枪，渔猎的时候会带鱼枪嘛，能拴在一起的就是这一卷这个绳子。这个绳子是20米啊，它不是会缠那种尼龙绳，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组装到一起的时候，你的渔猎的手上的这一套东西就组装齐全了。那么当你穿这些装备的时候呢，我一般还会再带一瓶这个肥皂水啊，上面写的肥皂水，不要弄错了，往往看不清楚喝错了，所以我现在一般都会写一个肥皂水在这上面。如果你去的地方你不熟悉，或者你怕你被洋流冲走，还有一个可以选的就是这种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ausage， 就香肠一样的东西，你也把它吹起来，你也可以放在你裤子的那个放刀的那个口袋里啊。然后如果需要别人去救你的话，你把它吹起来，在海上那么拿着，别人就能看见你，你的几率就会增加嘛。所以说这些东西呢，
你常用的是哪一些，你把它都准备好，你都熟悉这些东西以后，你以后下海玩就非常的游刃有余，就非常的舒服了啊，而且也很安全。打到的东西拿回家呢，或者在岸边直接吃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准备是一定要有的哦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自由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铅块了啊。你穿了潜水服以后，你的浮力会非常大，就是正浮力很难下去。除非你是高手，不需要铅块也能下去，但是要潜得很深才会达到中性浮力嘛。如果你用的是像我4.5公斤配上5毫米的潜水服就没有问题，所以铅块一定不要忘啊，不然你是下不去的。包括这个腰带，速卸腰带，一定要学会怎么去装它，明白了吗？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啊。